各位，前两天我做了我离开央视的节目这几期节目在网上播出之后呢，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因为我在节目中间披露辽宁电视台的记者张扬当年在999事件过程中间收黑钱的故事这个信息披露之后，很多内网的人呢就到张扬那个地方去询问。张扬这两天呢，好像在网上也发了10几条微博来辩解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些辩解都不值一提比如他说他当时说999没有误诊，他之所以让999给他补偿，是因为999当时说他是一个什么吸毒患者，说他那个5、6个小时耽误了他的病情，又由于999当时那个处理失当导致的。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其实张扬这些所有的说辞都是他单方面的讲法，并没有得到任何医学部门的鉴定而已。而且我自己采访的内容，他自己的说法跟他的病程记录上是完全不相符的。比如他反复在那个当时的文章里讲说他昏迷休克，但是他的病程记录里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所以你就知道了吗？张扬今天所谓的那些辩解真的都不值一提。还有一点，他说他当年收黑钱的时候他在网上公布了这一点其实是特别值得说的。12月6号这一天，他的确发了一个微博，他说这个999到他们家里头来道歉来了，然后呢要双方达成了要用补偿金的方式跟他来这个道歉，然后具体数额呢由律师双方来协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表述，他在那个表述中间说具体的数额由双方律师去商定，扯淡呢。12月5号那天晚上，他们就已经商定好了具体的赔偿数额，但是他不会跟公众讲，他只是说你看这件事情还长着呢，谈不谈得成我们也不知道，由双方的律师去谈去了。而且这里特别技巧的使用了一个补偿金。要知道大家当时看到这个补偿金的数额，大家一般会想到多少钱呢？5000、1万、2万，了不起撑死了3万、5万，补偿金嘛，能补偿多少钱？但谁会想到那天晚上张扬已经拿到了一个数额100万左右的一个所谓的补偿金呢？所以大家看到了吗？张扬这个人呢，确实挺聪明，极其狡猾。他发这个推特的言论，他发这些微博的言论，并不是为了将他整个跟999谈判的过程中间公示于那个民众，而是要精心掩饰他有可能从999拿黑钱的这个过程。因为他知道他拿这笔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有道德瑕疵，有法律风险，所以他要提前在网上公开一下。他这个是真的公开吗？他这是掩饰所以你就知道张扬在整个999这个过程中间都是利用所谓媒体的报道要实现自己的目的，然后呢他在每一个过程中间都精心的给自己留了后路。所以事隔9年之后，面对他当年从999收黑钱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仍然在狡辩，通篇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今天就来专门来讲一讲张扬在999这个事件过程中收黑钱的这个详细的过程。顺便我也再讲一讲他从999之后走上一条黑公关的道路的这些故事张扬在999事件过程中间有2个角色，第一个角色他是当事人，因为呢他当时第一时间被999接到了清河的医院，然后待了4、5个小时。据他自己讲，999没有给他做认真的检查，所以他就在烧伤超人阿宝的帮助之下转到了北大人民医院。在北大人民医院呢，他的肠子被割掉了5公分，由此他就认为999对他耽误了所以他在网上维权。作为当事人嘛，维权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当事人维权，想要在999获得赔偿的话，按照中国的医患纠纷管理条例，你首先要进行医疗鉴定环节。也就是说，999对张扬的诊疗过程中是不是存在着失误，是不是存在着错误，尤其是这种失误和错误跟他最后的医疗后果之间是不是有着因果关系。张扬有做过这个过程吗？没有在他整个跟999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是没有进入到任何医疗鉴定程序的，他都是自己单方在网上披露信息，所有的这些说辞都是他自己单方的说辞而且他这些所谓的单方说辞跟他病历上记载他的病程并不一致。我在前几天的节目里就讲到了，他说他昏迷休克，病程上没有记录完全没有这样的信息他说医生怀疑他吸毒，
病程上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你要知道，张扬如果他作为一个当事人想获得999给他的赔偿，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他就应该走医疗鉴定程序。换言之，如果没有走医疗鉴定程序，他从999获得的任何赔偿也好、补偿也好都不合法。这不就是医闹吗？大家想想，医闹是什么？医闹就是不走正常的医疗鉴定程序啊，把遗体摆在医院的门口，张贴起来，哭天抢地，然后破坏医疗秩序嘛。张扬是一样啊，张扬的行为事实上就是医闹啊。别人家是把遗体摆在医院门口，他把自己的肠子拿出来啊，他说看看我的肠子，50公分的肠子，大家快看呐。然后呢，要求999给他赔钱。所以张扬如果作为一个当事人，他从999拿这笔补偿款没有任何道理，在没有做医疗鉴定之前。第二，张扬在999事件过程中间还是一个自媒体人，他一篇一篇的发文章，披露自己的信息，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那我们要问了，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拿钱算什么？这是什么性质？这不就是贿赂吗？我们做所有新闻媒体的记者都知道，在报道的过程中间要做到利益区隔，你跟报道对象之间不能有任何利益之间的勾兑。如果有利益之间的勾兑，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受贿呀，这是犯法呀，这就是犯罪呀。所以大家知道张扬从999拿这笔钱是什么性质了吗？事实上非常清楚，就是封口费。999给他这笔钱，目的就是让他不要再说话了，就这么简单。不管你是作为当事人也好，你作为这个记者也好，你都别说话了。要知道999侵害的那些当事人，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讲过了，一个人自己被999弄死了，治死了，打了4年的官司，只拿到了9万多块钱。他当时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他说王记者，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次想放弃啊，一条人命啊，只有9万多块钱。你知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维权有多么难呐？但是张扬呢，没有走任何医疗鉴定程序，就从999拿了一大笔钱，50万到100万，这还是我估算的。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数字很可能还低估了，因为当时那位律师朋友跟我讲的时候，他说致癌很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数字。事实上，当时在他跟我表示要送300万之后，第2天晚上，我又有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好朋友，专门到我家里头，也是代表999跟我谈，想要给我一大笔钱，数额比300万还多。我当时又问他，我说张扬拿了多少钱？他说志安你别问了，很多钱。那么我们要问了，张扬是凭借什么标准拿的这笔钱？跟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获得的死亡赔偿只有9万块钱，他凭什么拿这么多钱？他这个钱999凭什么给他？不就是封口吗？不就是让他不再说话吗？他说，其实张扬说，他说我其实是并不是为了让999消失完蛋搞垮这个体系，为了改善。问题是999改善了吗？在那个事件过程中间，什么都没有改善呢，一切都没有改变呢。999的院前急救系统跟他后面医院的利益之间的勾兑，在整个事件落幕之后，不是依然如此吗？唯一的区别是，张扬拿了一大笔钱，他就此不再说话了，就此开始替999说话，让大家试图关心所谓的改革改善的问题，不再关心这背后所谓的利益勾兑了吗？这不就是封口费吗？任何一个做记者的人不知道这个行为的性质吗？无耻啊！更何况，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事情做的特别恶心？一般的新闻当事人拿封口费，我见过，拿到封口费之后不愿意接受采访了，我见的太多了。但是他们跟张扬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他们并没有主动利用媒体，他们是被动的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间，愿意接受那些利益相关方给他们的封口费，我理解。但是张扬不同，张扬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间无时无刻的都把整个媒体当作是他跟999谈判的筹码。大家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张扬联系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采访吗？他说你等一段，你能12月15号以后你再来找我吗？为什么？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跟他联系那一天，张扬他们家里就来了一个北京的媒体人，代表999跟他谈判，但是双方价格没谈拢，
所以张扬后来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要接受你采访，我可能会损失一大笔钱呢。”事实上，他可没损失啊，因为他跟999在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至少谈了3次。第一次是一个北京的媒体记者，第二次是999派了一个人到他们家，也没有起到作用。第3次是999的领导带着一帮人，包括律师团队，到了张扬他们家，而且那一天就是我们新闻调查记者在他们家采访的时候，那些人就在他们家外面等着。大家可以想象了吗？这是一种什么场景？他就是把我们新闻调查的采访当做他跟999谈判的筹码啊！999完全知道啊，就是我们在他们家房间里采访张扬啊，采访完之后，他们进入到张扬家跟他谈判呢。所有媒体对他的报道都变成了他跟999谈判的筹码，而且这个价格越来越高。这是一般的封口费吗？这不是啊，这是操弄舆论呐，最终转化成自己的利益啊。这哪是一般的封口费啊？这不就是把所有的媒体的报道都变成自己获得所谓的不正当利益的一个工具吗？所以我说他无耻啊！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人，他还好意思辩解。一般的人的是非公正之心，难道分不清什么叫封口费吗？什么叫正常的赔偿吗？什么叫正常的补偿吗？不信张扬现在把他的病历拿出来，再去找一遍所谓的医疗鉴定程序。如果呢医疗鉴定程序证明999认为有问题，我给他赔礼道歉。如果这证明没有问题，诊疗过程中没有问题，那张扬你拿这笔钱是不是就是犯罪？这就是999过程中张扬拿的这笔黑钱。我这里要讲的是张扬在999之前就是一个小透明，经过999事件变成了一个20多万的粉丝拥有者。最关键的是，他发现可以通过操弄舆论获得非常大的好处，直接可以转化为个人利益。他在999之前就是辽宁电视台一个名不见经的小记者。后来他在网上说他是什么富二代，什么富二代呀？他家就在园区里头开了一个饺子馆，就在网上号称富二代。他自己的孩子上这个钢琴课补习的钱，他说他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自从999之后，他找到了一条通过网上操弄舆论、收取黑钱、干脏活的这样的一个黑公关之路。2016年的1月份，时间就来了，就在999事件之后结束不过1个多月的时间，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北医3院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理化研究所的一个女研究员，她在这医院作为一个高龄产妇生产，结果去世了。这是一个悲剧家人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在北京这样的一个首善之地生个孩子，结果还去世了。当时中科院的理化所出于维护自己员工的利益就给北医3院发了一个公函。结果这个公函被曝光到网上之后引起了很多医务人员的反弹。中国医师协会北医3院通通出来谴责中科院理化所，就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医患纠纷，你中科院理化所凭什么以公函的方式来干预？于是这件事情就在网上形成了滔天巨浪。在这里头很多医务人员谴责这个高龄产妇的这个患者家属。这里头有2个关键的信息。当时有人传言说，这个患者的家属率领一帮人到北医3院开始打砸，网上出现了一片视频，进到一个医院里就拿着棍子开始砸东西。第2个信息，有人说这个患者的家属向北医3院提出索赔2000万人民币。你想想，就算是一般的医疗事故，患者死亡，有什么理由向北医3院索赔2000万呢？所以这2个信息放到网上之后就引起了医务人员的愤慨，也引起了一般普通人的愤慨。大家都认为这个患者的家属太过分了。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这2个信息是谁披露的？全是张扬。更重要的是，这2个信息全部是假的。事后新华社的媒体的报道显示，人家这个患者的家属根本没有到那现场去打砸，都是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找人去到北医3院去打砸呢？那完全是另外一个场景的内容，被张扬拿过来移花接木放到网上。这是第一。第2，所谓的要2000万块钱也是张扬在网上披露的，但是人家患者的家属后来完全否认，根本没有这回事。张扬一看事态不好，
就把这些信息全删了。但删了，当时我也找到了一个技术人员，把所有网上的这些帖子全部恢复了，就是张扬第一时间首发的。但是张扬由此摇身一变，从一个医闹的这个形式啊，医闹的这个代言人呢，变成了一个医务人员的代言人。这个转化真的实在是太荒诞了，因为大家要知道啊，张扬跟999打交道的方式是一个标准的医闹形象，是一个标准的医闹方式，因为他不走医疗鉴定程序嘛，在网上开始这个动员舆论嘛，给这个医疗机构施加压力嘛，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嘛。这不是医闹的最常用的方式吗？只不过普通的医闹没有这么大能量而已，他们只能把自己的遗体、把家属的状况弄到医院门口去摆放，他们没有张扬这么大的能量嘛。所以张扬在999事件过程中间是一个标准的医闹形象，结果在北医3院的事件过程中间，他摇身一变变成了医务人员的形象代言人。所以很多医疗界的人开始对他非常认可。这一年的时候啊，这个在卫健委的主导之下，成立了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这个组织啊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卫健委下面有一个新闻司，新闻司下面有个新闻处，新闻处的处长叫刘哲峰，我也认识啊这个人啊。这个人呢当年是处长嘛，想要做点事情，就跟这个南通医学院合作，成立了这么一个叫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就把网上那些医务界的大 V 啊都组织在一起，搞了这么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中间有5个人是他们的所谓的执行委员吧，刘哲峰、烧伤超人阿宝，还有这个所谓的理想记者，也就是张扬。那么这个组织成立了之后啊，张扬他们就有了一个官方的身份，因为他过去只是一个自媒体的人嘛，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卫生部主导下的一个民间机构，那毕竟是有官方机构背书的，由此呢他们在网上就获得了更大的声量。因为在这个平台里，他们认识了更多的医疗自媒体的自媒体人，而这些自媒体人有一个自发的动机，就是在网上维护医生群体的利益。也就是在这一年，山东发生了所谓的纱布门事件。这纱布门事件呢，就是一个患者啊，生完孩子之后发现这个子宫大出血，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1个多月啊，发现子宫呢里面啊有纱布。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产科病房，记者见到了这位徐女士。今年35岁的徐女士在12年前曾经实施剖宫产生育第1个孩子，新生育政策实施后，这一次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再次剖宫生育第2胎。徐女士说，剖宫手术后她腹痛难忍，家人曾经带她到潍坊市其他医院 B 超检查，发现子宫内有异物。这个患者就认为这是医疗事故。你想想，纱布怎么能放在子宫里，而且1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没取出来啊？他们这认为医院在手术的过程中间啊，实际上是粗心把纱布遗忘在那里面了，就要求医院赔偿。结果阿宝和张扬这个时候出马了，他们就开始连篇累牍的讨伐这个患者，认为这个患者不懂医学常识，就是蓄意的坑害这个医生。他们连篇累牍的发文章，仅仅靠医生呢给他们的打赏，就获得了差不多100万人民币。而这个时候，张扬呢，号称他是自己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到现场进行调查，说他自己没有任何人给他资助。实际上，当时我就在那个医疗自媒体联盟的微信群里，我也是他们的专家啊。那些医生都主动给他用微信给他转钱，结果到了他现场呢，他们完完全全站在医院这一方，对这个医生对这个患者可以说是用赶尽杀绝的方式进行讨伐。一开始说实在的，我也赞成这个患者可能不太懂医学常识啊。但是后来看到阿宝和张扬啊，用那种穷凶极恶的方式对待患者，我当时就怒了。我在那个微信群里就讲，我说别做的太过分，真的别做的太过分。患者就算有错误，他们可能也是无心之失。你们医生有专业知识，你原本就应该有说明这个整个来龙去脉的义务。你把现在的患者当作阶级敌人去打击，这是一个构建
良好医患关系的方式吗？我说谁这件事情再继续，可别怪我不客气。但是由此这两个人一发而不可收。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写这些极端的言论可以获得医生的认同，会给他们大量的打赏。阿宝当时那个微信公众号一年打赏几百万人民币，张扬当然虽然没有阿宝那个规模，但是也不少。你要想想，医生这个群体在中国是非常有钱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们也的确遭受到了所谓的医患关系过程中间的一些委屈。所以当似乎有人替他们代言的时候那些医生真的是愿意拿真金白银来支持他们，真的一年几百万人民币。但是这个过程中间，他们的言论就会越来越极端。面对医生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假装看不见。所以事后真的有一个医生在做手术的过程中间，就是把纱布放在了患者的伤口里。他们一开始就站在医生的一边，后来发现真的是医生错的时候，他们就当这事情没有发生。他们怎么不会用同样一个标准去挞伐那样的医生呢？他不会，因为这样的话没有利益。这是他们获得利益的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在2017年的年初，刘哲峰率领一个所谓的自媒体代表团到深圳去考察深圳的医院，然后跟深圳市卫健委的人进行交流沟通。就在某一天，烧伤超人阿宝，简称烧伤宝，跟这个张扬就单独找到了深圳市卫计委的领导，谈什么呢？